郑梦，现在全世界气候真的是乱掉。我们在节目讲很多次，但没想到，我之前去过的小樽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狂风暴雪。这一次小樽这个风雪太夸张了吧？是日本10年难得一见的暴风雪来了，你可以看到画面上，我跟你讲，这谁拍你知道吗？咱台湾人原本要去北海道耍啦，对，结果去的时候流目屎，因为拢是雪，什么拢无法度。我要怎么走路？不要走路啦，无法度行，拢是雪。你看，塔到这悬，然后你看，因去坐啥子？坐火车。结果这个是在月台上啊，火车在倒，我可能火车在那边啊，已经看无啦。旁边其实是有轨道的，结果轨道上面也全部都覆盖着皑皑白雪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，那个日本的气象厅呢就发布早期大雪天气资讯啊。他说这一波是10年来最强的寒流。他说这种等级的降雪，我跟你讲啊，发生几率只有10%而已。对，所以非常非常的罕见哦。那你看北海道大风雪，你知道吗？我猛力哦，我们台湾人遇到这个台风的时候，记者通常都会去海边啊，或者去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记者在台风的这个现场，对不对？对。日本的记者也去暴风雪的现场，这个不是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在这个暴风雪的现场的事，你看摄影大哥的手都拿不稳了。他很惨，他连手套都没戴。对。结果他拍到的是一群人在过马路的时候。狂风暴雪的，对，而且你看他说这叫猛吹雪啊，直接用最高级啊！你看札幌车站哦，对，原本以前札幌车站还是非常的漂亮。来，我们看到这张图，札幌车站原本是长这样子，漂不漂亮？我也有去过，对。结果来，我们看到下一个画面，变成这样了，完全不认得啦，6亲不认啦，9亲不认，大家都认不得这个是札幌车站啊。所以这整个暴风雪其实对日本的影响相当大。你讲这种暴风雪只有影响日本吗？不可能啦。其实这种极端气候一定是全球性。大家看，你看这一整片红的图片上，这一片整片红的全部都是冷空气，有够寒自爆了。然后呢，你来看土耳其，它现在国家气象局发布了黄色预警，意思的讲暴风雪会对你的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。来例哦，他们的积雪几公尺？土耳其哦。你猜它的积雪几公尺？几公尺？50公分，差不多嘛。我跟你讲，一站楼3公尺。对，你看到现在这个雪，这等于出了，跟房子一样高了。你看到那个是2楼了，因为1楼以下都被雪淹没。除了土耳其还有谁？白俄罗斯也遇到这样的状况啊。然后白俄罗斯，你知道，因为民怨已经很深了，白俄罗斯甚至出动军队来铲雪。那你也知道。土耳其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，他是很会作秀的人。你说白俄罗斯的总统现在也在铲雪，亲自出来铲雪，因为这样民怨没给他来了。那个卢卡亲自怎么样拿圆锹出来铲雪？好，那我们那个白俄罗斯的好朋友救下俄罗斯啦。俄罗斯现在虽然跟那个乌克兰陷入战争之中呢，但是呢，双方现在目前遇到一个共同情况，就是暴风雪。来，你看俄罗斯的水文中心公俄罗斯的莫斯科现在正在面临146年以来降雪的前5名啊。对，你怎样吗？几缸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是完完全全死爆，这个是只要找它的温度是非常非常低的，-20度。-20度，这一大块的区域原本它这边是均温是-6度，它现在已经-20度啦，有够恐怖的啦。来，你看，顶头都是雪，所以你在走马路仿佛在登山一样。但我跟你讲，更夸张的不是这个，更夸张的是，你看这一些，你看到这些东西，它们都是被白雪覆盖的车子。对，所以里面，我跟你讲。用最危险的情况去想象的话，里面可能会有人哦。对，因为你雪落来，你不要都开门嘛，所以如果人被冻死在里面，这个机会不是不可能。这个画面也太可怜了，破冰破雪，我要从家里出来，对，我要从这个雪堆这样挖，我才能出来。对，结果我一不小心还会掉到坑里面去，对，他直接摔进去啊！还好上面没有再把它雪崩下去哦，不然他可能真的会被雪活埋啊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